如果你在自家地下挖出一面像城墙一样整齐的石结构，而且还延伸数千米，你会怎么想？在美国，就真的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座地方后来被命名为罗克沃尔，在地下深处延展着一面巨大而规整的石墙，仿佛一座被遗忘城市的残骸。这些砂岩块排列整齐，部分结构甚至呈现出类似门洞与拱形的形态。如此精确的排列方式，让人很难将其简单归因于自然地质作用。也因此，有人推测这些石块可能曾被远古文明加工或塑造，而它们真正的用途早已淹没在历史之中。罗克沃尔这座城市的名字正来源于这一地下结构，它是一段埋藏在地下的坚硬岩层，其外观却诡异的类似人工修建的石墙。早在19世纪50年代，这一结构便被早期定居者发现，自那以后，关于它起源的讨论便从未停止。一方认为这是古代人类建造的遗迹，另一方则认为它只是自然形成的特殊地质现象。目前，这种石墙状结构已在罗克沃尔及其周边至少11处地点被记录。随着越来越多的结构被发掘，谜团反而变得更加深邃，也让人不禁猜测，这座看似普通的小城之下，是否真的隐藏着某种远比人类历史更古老的遗迹。现存的一些照片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发掘过程，其中一张拍摄于2012年，显示这道石墙至少向地下延伸约 4.5 米。另一张则来自斯塔尔基尔农场的发掘现场，位于罗克沃尔县历史基金会附近。从该区域出土的岩石如今被陈列展示，并尽可能按照最初发现时的方式摆放。这些岩石由浅色砂岩构成，呈现出类似砖块砌筑的层状结构。在部分区域，其深度甚至达到数十米，规模相当于一栋7层建筑埋藏在地下。类似的结构分布范围约覆盖20平方英里的区域，这也让人联想到地下可能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整体结构。不少观察者注意到，这些石块之间的排列极为规则，而石块之间还存在类似灰浆的粘土层，将它们分隔开来。这些特征使得它看起来更像是经过精心设计与建造的工程结构。正因为这一点，早期定居者甚至放弃了原本的命名计划。最终，他们将这座新兴聚落命名为罗克沃尔，意为岩石之墙。随着时间推移，这道地下石墙逐渐成为当地的传说与象征，也衍生出各种关于远古遗迹的猜想。19世纪的农民在耕地或打井时，时常会意外碰到这些石块结构，每一次发现都在不断加深人们对这道地下墙体的神秘想象。在他们脚下，或许埋藏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结构。随着越来越多石块排列被揭露，人们开始不断猜测，在人类抵达这里之前，究竟是谁建造了这样一面石墙。如今，在罗克沃尔法院前也陈列着一段地下石墙的复原结构。这段展示是按照人们推测的原始形态重建而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使用的灰浆并不属于最初结构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末，各种解释这道石墙的说法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关于巨人遗骸的发现。有报道称，一名农民挖出了一具尺寸异常巨大的人类头骨，据称这是巨人曾在该地区活动的证据。诡异的是，与这一发现相关的所有物品都被史密森学会没收，相关发现也随之销声匿迹。在与罗克沃尔地下构造相关的诸多更令人费解的发现中，还有一枚金属圆盘。据报道，早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挖井工人就将其挖出，它直接嵌在岩石内部。后来的地质考察认为这只是天然形成的铁质结合，但这枚圆盘对称的外观及其所处位置依旧不断引发各种猜测。更添悬疑的是，在多块砂岩石块中还发现了金属包裹体、细长的脉状纹路，或是看似氧化金属的嵌入碎块。这些特征即便能用矿物渗透或天然铁矿沉积来解释，却依然给人一种明显经过人工雕琢的诡异感觉，暗示这面石墙可能隐藏着远不止地质奇观的秘密。在墙体附近还有另一项奇特发现，一尊石质造像。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雕刻有蛇首形象的古代文物，也有人认为它只是自然形成的岩石，或是史前动物的口鼻化石。与天体运行的对应关系更增添了神秘感。观察者注意到，这面墙的部分段落成东西走向，与太阳运行轨迹恰好重合。全球各地的古文明都会依据冬至、夏至与春分、秋分来定位建筑，
将建筑用作立法与祭祀工具。如果罗克沃尔石墙是按这种方式刻意定向的，将有力说明它是人类借助天文知识建造而成。相关方面不愿对罗克沃尔石墙展开全面调查，这一点也引发诸多质疑。发掘工作常常被终止、回填，或是因土地所有权与开发等现实问题而不了了之。毕竟，一旦这面石墙被正式认定为需要大规模发掘的考古遗址，镇上居民就可能失去土地与家园。这面墙体由石灰岩构成，又为谜团增添了一层。石灰岩因质地较软，开采后易于加工，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常用的建筑材料。从古代神庙到中世纪要塞，世界各地的文明都用这种石材建造了经久不衰的建筑。罗克沃尔地下构造由石灰岩组成，自然让人联想到已知的史前与古代建筑传统。或许最令人好奇的是这一结构据称呈现出的整体布局。根据测绘与勘探数据，这面石墙整体呈现出一个大致的矩形轮廓，长度与宽度均绵延数公里。据估算，它所围合的面积接近30平方公里。这一规模已经可以与已知的一些古代城市或大型祭祀中心相媲美。如果这些数据准确，那么如此宏大的尺度意味着它的建造必然依赖大规模的协作与组织能力。通常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才具备完成这种工程的条件。北美洲的史前历史实际上远比人们曾经认为的更加古老，也更加复杂。已有证据显示，人类在这片大陆上的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5000年前。主流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地区早期以狩猎采集文明为主，随后逐渐发展出驻敦文化等形态。但在这一体系中，学界基本不认同这里曾存在过大规模石质建筑文明。而罗克沃尔石墙的出现恰恰对这一认知提出了挑战，因为它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宏伟、持久，并且似乎带有明确功能指向的结构。围绕这一点，也逐渐出现了另一种推测。这种推测将时间拉回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有人设想，或许曾存在一个被遗忘的文明，在尚未出现文字记录之前，在气候相对稳定的阶段一度繁荣。地质证据表明，在过去数万年中，北美洲经历过多次剧烈的环境变化。如果在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之前曾有某种人类社会存在，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建造出坚固耐久的石质结构，而这些结构也可能在洪水、气候巨变或长期衰落中逐渐消失。随着时间推移，沉积物将这些遗迹掩埋，只留下像罗克沃尔石墙这样的零散痕迹。不过，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也存在另一种解释路径。地质学家罗伯特·希尔曾将其认定为一系列垂直分布的砂岩岩脉，也就是远古地质裂隙中被沉积物填充后形成的自然结构。这一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也被多次提及。20世纪初，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及史密森学会对部分区域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们同样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结构属于天然形成的离散砂岩脉，而非人工砌筑的石墙。但即便在当时，这一结论也并未获得所有人的认同。1925年，考古学家康伯特·德普洛格对一段裸露的石墙断面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一度确信这是一种由史前人类建造的结构，直接否定了地质学界的解释。随后，也有学者对两段石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两处结构确实属于自然形成的砂岩构造。但研究者同时也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即便这些区域是自然形成，也不能排除石墙其他尚未探明的部分存在人为建造的可能。而在争论的另一侧，始终存在支持人工建造观点的声音。正是这些持续的分歧，让这一谜题至今仍未有定论。1996年，一位建筑师约翰·林塞对罗克沃尔石墙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出发，对石块的排列方式与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林塞认为，这一结构所展现出的某些特征更接近人为设计，而非自然随机形成。他的研究为人工建造的假设重新提供了支持。也有人认为，考古学家与建筑师或许能够从结构与布局中发现一些地质学家忽略的线索。如果罗克沃尔石墙确实属于人工建造，那么它将带来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如此庞大的结构很可能意味着它曾属于某个规模可观的聚落，这也迫使人们进一步追问，建造者是谁？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又为何没有在其他地方留下清晰的历史记录？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在石墙附近仍未发现能够直接证明其人为来源的器物、工具或文化遗存。
这也是主流学界依然保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来说，大型工程结构往往会伴随其他生活遗迹一同出现，例如陶器、工具、骨骼或日常废弃物。但这面石墙至今几乎沉默不语，它提供了一些令人联想的线索，却始终缺乏能够一锤定音的证据。支持人工建造观点的人则提出反驳，他们认为缺乏证据并不等同于证据不存在，尤其是在结构可能极其古老或建造者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他们还引用了其他案例作为参考，例如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在那里人们发现了年代远超预期的巨石结构，这一发现曾颠覆学界对当时人类能力的认知。如果罗科沃尔石墙确实是由某个未知族群建造，那么它很可能诞生于极为久远的时代，甚至可能早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也可能来自一个几乎没有其他遗存留存的历史阶段。将罗科沃尔石墙视作失落文明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严谨，相反，这种设想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本身是不完整的，并且随时可能被修正。史前时代跨越数万年，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占其中极小一部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完整的文明完全可能兴起又衰落，却没有留下清晰的痕迹，尤其是在后来的族群对其遗存进行再利用甚至破坏之后。如果在今天的德克萨斯地区真的曾存在过这样一个文明，它很可能沿着古代水系发展，依赖肥沃的土地与丰富资源生存，而这面石墙则可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既可能是防御性的屏障，也可能是某种具有仪式意义的边界，甚至可能只是更大规模城市规划中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中，洪水、沉积以及人类活动都可能逐渐掩埋这些痕迹，最终只留下零散的结构，让后来者不断猜测。这道石墙仍在同时引发3种情绪：好奇、怀疑以及想象。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人类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是否曾存在某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能够建造出规模庞大的巨石结构？这些结构中一些使用巨石块体，重量可达数吨甚至数十吨，即便在今天依然需要借助大型设备才能完成搬运，而它们却被精确的堆叠与排列，精度之高甚至接近现代工程水平。面对这些遗迹，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建造者究竟是谁？他们是我们认知中的原始人类，还是掌握着某种已经失传技术的群体？是否曾存在一个跨区域甚至跨大陆的古老文明，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体系与组织能力，建造出遍布世界的巨型遗址？而这些遗址的遗迹是否正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那些石构建筑？如果真有这样的文明存在，那么在某个历史阶段，它或许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故。这种变故可能是自然灾难，也可能是长期环境变化，最终使这一文明彻底消失。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那段历史留下的零散碎片。